就在2025年年底，中国经济出现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景象，一批本以为稳如泰山的国有企业集体倒下。这些国企曾是中国经济的脊梁，顶着国家队光环，仿佛永远不会失败。然而现在，他们却一个接一个地陷入危机，有的申请破产重整，有的负债累累岌岌可危，甚至直接关门大吉。这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曾经不可一世的铁老大们缘何纷纷阵亡？这场国企集体倒下的风暴，又预示着2026年的经济将走向何方？今天我们就从头剖析这场经济地震的前因后果。深呼吸，故事要从几年前埋下的伏笔开始说起。回顾过去10余年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其实暗流涌动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，中国推出巨额刺激计划，各地掀起基建和房地产热潮，高楼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冒出。地方政府靠卖地和举债修路建桥，大量国企、民企一哄而上盖房造城。那几年，城市天际线迅速抬升，中国人骄傲地称自己基建全球第一。然而就在钢筋水泥构筑的繁华背后，经济大厦的地基已经埋下隐患。地方债务越滚越大，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，国企揽下无数项目，背负巨额贷款。当时没多少人担心这些，因为经济年年增长，房价越涨越高，看起来一切投资都会有回报。正所谓灯红酒绿之时，危机种子已然种下，只是没人知道会在何时发芽。时间推进到2016年至2018年左右，高层开始意识到房地产和债务问题的严重，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，试图给楼市降温。银行收紧，房企融资，地方融资平台借债也受限。但这些年，地方政府早就习惯了举债发展模式，要他们突然勒紧裤腰带，谈何容易？于是明里控制，暗中变通，一些隐性债务继续累积。房企方面也是如此，在融资受限后，依然想方设法借钱拿地。尽管调控不断，房价只是暂歇又续涨，似乎没有什么能真正阻挡这场狂欢。直到2020年，一只黑天鹅彻底改变了轨迹。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，中国经济骤然踩下急刹车。为了防控疫情，严厉的封锁措施让城市按下暂停键，企业停工，消费冻结，经济受到重创。为挽救增长，政府和央行再次祭出老办法，基建投资和信贷宽松。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做核酸、防疫，同时也希望靠基建项目刺激经济反弹。短期内确实有许多工程上马，铁路、公路、新基建项目遍地开花。然而，就在中国准备大干一场之时，病毒变异让防疫进入拉锯战，动态清零政策拖累经济反复停摆。2022年，多数城市经历了此起彼伏的封控和解封，经济复苏的势头被浇灭，人们的消费信心跌至低谷。更麻烦的是，地方财政却花光了钱，防疫开支庞大，而房地产市场也因疫情冲击和政策调控而降温，土地卖不出去，政府收入大减。那一年，我们看到了许多异乎寻常的现象，某些地方政府出现发不出工资、削减福利的苗头，甚至有基层单位拖欠员工薪水。只是当时这些迹象还比较隐蔽，尚未引发全国性关注。大家更关心的是，另一场大火正从房地产圈熊熊燃起。到了2021年下半年开始，几十年狂飙突进的房地产行业迎来报应。龙头企业恒大集团资金链断裂、债务违约的消息震惊海内外。要知道，恒大曾是亚洲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，连这样的巨无霸都撑不住了，让人不禁怀疑整个行业是否泡沫将破。果然，此后陆续有花样年、佳兆业、融创、中国恒大等一批房企传出违约或重组消息。从2021年到2023年，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可谓接二连三爆雷，许多楼盘烂尾停工，上百万买房人砸锅卖铁付了首付，却等不来新房交付。2022年，一场前所未有的停贷风波在全国多地上演，成千上万愤怒的业主集体宣布停止偿还房贷，理由很简单，房子迟迟盖不完，我为什么要继续还贷？这种现象过去闻所未闻，因为中国人素来信奉按揭房贷必须按时偿还，
然而形势实在太绝望，那些本以为买了期房就能坐等升值的家庭，面对烂尾楼和一辈子的债务，只能铤而走险，以停贷维权。这场风波引起了中央的高度紧张，地方政府匆忙成立纾困基金，督促国企接盘烂尾工程，以平息众怒。暂时，房贷断供潮被压下去了，可这只是中国经济多米诺骨牌倾倒的开始。房地产昔日是发动机，如今变成了拖油瓶，它的崩盘直接冲击上下游众多行业，其中杀伤力最大的就是建筑业和金融业。时间推进到2023年底，疫情管控终于全面放开，人们以为经济会像弹簧一样反弹，但是期待中的报复性增长并未出现。解封之后的中国经济复苏力度远低于预期，街上人潮重现，商场热闹不再，老百姓口袋紧缩，更愿意存钱而不是花钱。官方数据显示，消费疲软，物价几乎停涨，一度还出现通货紧缩的苗头，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冷冷清清，大城市新房成交量大跌，房价阴跌不止。在就业市场上，大学生们感受最明显。2023年夏天应届毕业生超过1100万，可招聘岗位却少得可怜，青年失业率一度突破 20% 的历史高位。一时间，躺平摆烂成了网络热词，许多年轻人表达对前途的迷茫，连官媒都停止发布青年失业率数据，仿佛干脆视而不见。在一片低迷中，政府虽然降息降准，小幅刺激内需，但效果甚微。经济运行就像一架引擎熄火的列车，减速的趋势无法扭转，所有的隐患都在积累，压力锅的温度越来越高。终于，在2025年，这口压力锅开始爆炸了。2025年被一些经济评论者称为中国建筑行业的日落时分。长期以来，建筑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顶梁柱之一，毕竟铁公鸡、铁路、公路、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项目要靠成千上万建筑工人挥汗如雨。然而到了这一年，我们惊讶地发现，建筑工地不像从前那样热火朝天了，大批工人离开了曾经繁忙的工地。据一项不良资产研究报告显示，2025年中国建筑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相比前几年骤减了 23%。 要知道，在2022年上半年，全行业从业人数有4000多万人，如今直接减少了将近1/4，这意味着大约上千万建筑相关从业者失去了工作，其中不少是有技术的工匠。大师傅，报告还提到，行业内技术工人出现了500万人的缺口。乍一听这话矛盾，不是大批失业吗？怎么又说技术工人短缺？原来，许多能工巧匠眼见行业不景气，干脆转行另谋生计，导致真正需要带技术的岗位反而招不到人，形成有人没活干，有活没人干的怪现象。大量小包工头销声匿迹，体力工人的活大幅缩减，而那些大型国有建筑公司本身债台高筑，开发商欠他们的工程款迟迟收不回，资金链紧张，只好缩减项目，结果连技术骨干也留不住，整个行业进入恶性循环，项目少工人走，再想复工更缺人。即便还有在建的工程要收尾，已建成的楼宇需要维修保养，但人手短缺导致建筑品质难以保证。行家们担心，这波建筑业的凋敝不仅引发失业潮，还可能造成工程质量下降，甚至出现更多烂尾楼，直接威胁城市居民的安全。香港在2023年发生过一起惊险事故，一栋有20年楼龄的高楼因电线老化维修不善发生大火，引发社会对老旧楼宇维修的关注。中国内地呢，上世纪末本世纪初，房地产大爆发时期兴建的大批楼宇，从2026年开始陆续将满20年以上，进入维修的密集期。如果当年施工用料不达标，偷工减料，可能更早就会出问题。而此时建筑行业技工大量失业，整体素质下降，谁来保障那些老楼的安全？这无疑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号。更让人瞠目的是，建筑业的寒冬并非只冻死弱不禁风的小公司，连国字号的巨头们都纷纷倒下。2025年，全国各地至少有17家知名建筑企业宣告破产或停业重组，其中绝大多数带有国企背景。请注意，这里说的可不是默默无闻的小包工队，而是不少省市级的建筑航母，有的成立60-70年，
参见过无数地标工程，有的是地方龙头企业，员工数以千计，然而最终谁也没能躲过经济严冬的收割。举几个典型例子，安徽的合肥建工集团，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，曾经是省会城市建设的中坚。就是这样一个老牌国企，因为恒大地产拖欠了巨额工程款，资金链断裂，不得不在2025年走上破产重整之路。再看江苏建工集团，最鼎盛时员工多达9000多人，但因恒大上百亿的欠款打水漂，公司濒临倒闭，员工只剩区几十人苦撑局面。西北的西安建工集团同样是双特级资质的地区建筑巨头，却被另一家房企绿地集团的烂账拖垮，最后大裁员80%以上。就连号称宇宙第一大建筑公司所在的上海，也传出了上海建工集团财务紧张的消息。这家上市国企虽未正式违约，但被爆出发明了一种叫西岗待岗的模式，一级大批员工处于半停工的待命状态，企业经营已经岌岌可危。除此之外，广西建工、天津建工、重庆建工，一连串响当当的名字出现在阵亡名单上。这些国企倒下的模式惊人相似，开发商拖欠货款，高杠杆债务压顶，小承包商上门追讨欠款，多方扯皮之下，企业终于资不抵债被撕裂吞噬。本来行业生态就不健康，项目供给不足，却产能严重过剩，竞争早已白热化，稍有风吹草动便集体暴雷。全国省级建筑公司总共也就100家上下，一年倒了10几家，比例远高于民营企业。这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是前所未见的惨烈景象。有人或许要问，中国不是还有几家庞大的中央级建筑央企吗？比如中建集团、中铁建、中交建等，那些巨无霸难道没事吗？目前看来，几大央企因为体量巨大和背靠央行印钞机，一时半会儿不至于倒下，但日子也绝不好过。这些央企主要承担大型基础设施项目，例如高速公路、高铁、机场等。而现实是，政府财力吃紧，基建投资大幅放缓，新项目寥寥，央企们手头订单不足，只能内卷求生。据说某些央企的高管公开抱怨，公司利润率薄如蝉翼，头部建筑企业平均净利润率只有可怜的 2% 左右，一旦出现应收款坏账，就会血本无归。固定资产投资的热潮退去后，这些庞然大物也面临饿肚子的窘境。更要命的是，省级以下的国企纷纷倒下，导致大量人员失业，当地政府还得替他们擦屁股，安置失业职工，兜底社保欠账等等，地方财政因此雪上加霜。我们常说国企员工铁饭碗，可如今碗碎人散，企业没了，员工的社保和补偿都成为地方政府肩上沉重的包袱。国企平时赚钱时上缴利润充实国库，亏损破产时却要纳税人埋单，这正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尴尬写照。建筑业哀鸿遍野，同时银行业也暗潮汹涌。2025年，人们惊愕地发现身边许多小银行悄悄消失了，不是大门紧锁的那种消失，而是招牌换了名字，或者干脆被并入更大的银行，从独立机构名录中抹去。如果不细心统计，你可能都没意识到有哪些银行不在了。但数字会说话，官方数据显示，2024年底，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还有4200多家，仅仅1年内就减少了大约400-500家，短短1年多，约10%以上的银行不见了。这些消失的银行主要是中小型的城商行、城市商业银行和农商行、农村商业银行，它们大多被更大的银行兼并重组。有些城商行今天还挂着牌子，明天就变成某4大行的分支机构。表面上看，这好像是一场银行业整合运动，优胜劣汰，强者更强。但内情其实是一场没有宣布的银行挤兑和救助。大量中小银行为什么要被并掉？因为他们已经资不抵债，技术上破产了。与其让他们公开倒闭引发存款户恐慌，当局选择让大银行来充当白武士，把小银行吞下，把坏账慢慢消化，等于是用大银行更雄厚的资本来摊薄不良资产，暂时稳住局面。这种隐形的银行危机源头其实在地方政府和房地产。中国许多中小银行的背后金主正是地方政府，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也是本地的企业和项目。前些年各地大搞城镇化和基建，
需要庞大资金，城商行、农商行们义无反顾地把贷款塞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产开发商，一时热闹非凡。可当房地产市场崩盘，地方财政还不起钱时，银行就成了最后买单人。烂尾楼项目收不回成本，那是银行的贷款打水漂；地方政府卖地收入锐减，偿债能力骤降，那也是银行的债权变垃圾。于是上千家中小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积累了天文数字的坏账。有经济学家把这形容为中国版的次贷危机，只不过中国的处理方式不是让银行直接倒，而是靠行政手段硬扛。一家小银行如果破产，当地政府颜面无光，甚至引发储户挤兑风险，这在维稳至上的环境下绝不被允许。所以政府选择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通过悄咪咪并购的方式让银行破产潮静音发生。这就好比生了一堆病树，不允许它们自然枯倒，而是锯下来拼在大树上，并动用胶水糊住，看起来树还是站着，其实内部已经一身蛀虫。有人把2025年的中国小银行兼并潮和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做比较。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时，有成千上万家银行干脆倒闭关门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，韩国也一夜倒掉了不少金融机构。中国这次没有让银行公开倒闭，可一年几百家的消失数量已经非常惊人。表面风平浪静，其实风险只是转移到更大的银行账上去了。大银行实力强，抗风险能力高，能暂时把亏空补上，但这不是长久之计。您想啊，大银行把小银行的烂账吃下肚，等于自己财报也被拖累。一家小银行坏账率可能高达 40-50%， 可被四大行接管后，这些坏账摊到大池子里，平均不良率或许只有几%，看似下降了，然而坏账并未消失，只是隐藏起来延缓爆发罢了。而且大银行接连兼并后，盈利能力下降，资本压力上升，长远来看，金融体系的健康度是在下滑的，犹如把一杯毒药倒进水库里稀释，大家暂时喝不出毒味，但毒素依然存在。如果不想办法除毒，迟早水质出问题。中国其实早就出现过局部的银行危机，只是很多人没留意。一些偏远地区的小银行早些年经营不善，曾引发挤兑。最著名的是内蒙古包商银行，在2019年因严重信用危机被接管重组，那算是官方首次承认银行暴雷。2020年至2022年间，河南几家村镇银行因卷入金融骗局，导致储户存款取不出，甚至引发群体性维权事件。当时有受害储户跑到省城抗议，结果健康码无故变红被拦截。这一出离谱的事件震惊全国。最后官方虽然补偿了小额储户的部分损失，但在舆论上是场灾难。自那以后，金融监管部门更加紧密地封锁消息，严防此类事故传播。于是后来再有农商行出问题，社会上往往无从得知具体情况，只隐约听闻哪家银行被合并了。2025年上半年，河南又一批村镇银行出现取款难，但相关新闻很快消失无踪，可见银行危机仍在发酵，只是不再轻易曝光罢了。从老百姓角度看，存银行的钱暂时还是安全的，毕竟有央行和大行给你垫背。但从经济角度看，这种靠拆东墙补西墙维持的金融体系脆弱性在增加。银行作为经济的血脉，如果自身输血功能出问题，实体经济只会更虚弱。建筑业萧条，房地产暴雷，银行饮鸩止渴，这三记重拳同时挥向中国经济，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速放缓，市场信心大跌，就业情势严峻。而这一切在2025年下半年集中体现出来后，老百姓开始真切感受到寒意刺骨。2025年被不少网友戏称为失业元年。除了前文提到的大批建筑工人失业，各行各业都有裁员潮，互联网和房地产公司从前几年就开始缩编，金融、教育、培训等行业也在收缩，就连过去公认旱涝保收的体制内工作都出现变相减薪。北京、浙江等经济较好的地区，政府部门陆续传出降薪消息，普通科员一年减薪几万，高级别干部10万起步，有的单位砍掉各种津贴补贴，只发基本工资，有的地方甚至发不出全额工资，只能打7折，延迟发，国企员工也未能幸免。
很多央企从2023年起连续2年缩减人力成本，不是裁员就是降薪。一位中央企业的基层员工吐槽，我每月到手工资从6000降到5000，年终奖没有了，老婆所在的民营公司还有人被直接裁掉。还有国企员工反映，原本2-3个人干的活，现在1个人扛，活更多，钱更少，日子苦不堪言，收入骤减导致消费能力下降，商家们发现顾客越来越少，越来越省。菜市场里精明的摊贩感受到生意冷清，过去市民肯买大块猪肉，如今改买碎肉，鸡价凑合。汽车经销商吐槽车子卖不动，不得不疯狂打折促销。几乎所有行业都感觉寒风袭人，过紧日子成了全民常态。从办公室白领到农村务工者，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过活。30多岁的中产阶层不敢换新车，宁愿继续开旧的。刚毕业的年轻人住合租房，拿着几千块的工资，却不敢随便跳槽。农民工返乡过年，发现去年工钱还被欠着没结清。这些真实的故事拼合起来，就是一幅经济下行时代的众生相。令人唏嘘的是，经济学家们多年前就警告过中国的这些结构性问题，只是那时少有人当真。如今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，谁也躲不过。房地产泡沫早晚要破，过度债务迟早要还，这是铁一般的规律。中国经济当年一路高歌猛进时，地方政府和企业过度举债，银行疯狂信贷投放，居民高杠杆买房，整个社会都沉浸在乐观情绪中，以为高增长可以永续。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当人口红利消退，城市饱和，全球环境生变，原本被掩盖的矛盾就会浮上水面。2025年末，国企集体阵亡的现象，正是这些矛盾总爆发的一个缩影。中国经济过去习惯了靠国企和政府投资拉动增长，可如今国企自己都因高负债和无效投资倒下了，说明旧模式走到尽头。那么，进入2026年，中国经济形势将如何？会更糟还是触底反弹？不少专家悲观地预测，2026年恐怕是雪上加霜。首先，房地产不可能再成为引擎，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买房意愿降低，使住房需求长期走低。1、2线城市或许还有刚需撑着，广大3、4线城市已经房屋过剩，房地产投资下滑的态势在未来几年可能延续，新开工面积持续负增长，建筑国企想接活都没地方接。建筑行业的冬天远未结束，2026年可能会看到更多企业撑不下去，或许不再是集中倒闭潮，但行业整体惨淡，大量产能闲置，相关产业链如钢铁、水泥、家具等也难有起色。第二，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会更加凸显。2025年已有10多个省份的城投公司债券发生实质性违约或展期，这在此前是罕见的警报信号。例如山东、云南、贵州、重庆、河南等地都有融资平台出现还不起债的情况，不得不延期甚至技术性违约。中央虽然在容许地方发行再融资债券置换旧债，但很多隐性债务没法通过发债解决，只能拖着。2026年地方债务到期规模依然庞大，如果土地市场不大幅回暖，地方财源依旧枯竭，一些经济弱省可能出现更严重的财政危机。想象一下，若某个地区政府真的陷入资金链断裂，连基本工资和公共服务都发不出，那影响将是全局性的，中央不得不紧急救助，印钞买单，这有可能削弱人民币汇率，引发通胀等连锁反应。可以预见，2026年中央和地方在防范债务风险方面会非常紧张，甚至可能采取更强硬的压缩支出措施。过苦日子将成为官方热词，各级政府削减开支，暂停奢华项目，更多基层公务员收入被压缩。对老百姓来说，可能会见到政府提供的服务减少，比如基建施工更少，对企业和个人的补贴减少等，因为地方真没钱了。这种财政紧缩的阵痛在2026年只会更明显。金融领域，2026年恐怕仍要绷紧弦。许多专家提醒，2025年那几百家小银行的消失只是开始，未来还有更多隐患等待处理。仍有一些中小银行躺在更大的银行体内带病生存，坏账问题没有实质解决。
如果经济下滑导致企业和个人还款能力进一步降低，坏账只会增加不会减少，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会继续恶化。届时，不排除监管层要求更大规模的银行兼并，甚至可能考虑由中央财政出资为银行补充资本。这些动作本身透露的都是危机四伏的信号。再看资本市场，股市和楼市在过去几年都是低迷状态，许多投资者信心尽失。如果经济前景不明朗，2026年股市可能继续挣扎在底部，房地产市场也难有起色。低迷的资本市场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融资和居民财富效应，让经济复苏缺少助力。可以说，短期看不到明显的增长引擎在哪里。出口方面，全球经济近年也面临放缓，再加上国际上产业链去中国化的趋势，2026年中国的出口增长压力很大，内需不振，外需减弱，双引擎熄火。就算官方还想设定个什么 GDP 增长目标，也难以达成。或许到时候干脆不提具体目标，只强调质量和安全，以淡化经济下行的尴尬。那么中国政府会坐以待毙吗？当然不会。可以想见，在经济下滑和国企连环倒闭的阴影下，决策层势必酝酿各种应对之策。2026年很可能会出台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，比如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，降低贷款利率，刺激住房消费的举措，比如全面取消限购，降低按揭利率等，甚至发放一些消费券来鼓励老百姓花钱。同时，为了防止失业潮引发不稳，政府可能加大对企业稳岗补贴和职业培训的投入，鼓励国企少裁员。还有一点可以预期，国企改革可能再次被提上议程。既然这次国企暴露出经营效率低下、债务缠身等问题，中央也许会推动新一轮混改或者重组，希望通过市场化提高国企活力。但改革往往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，阻力不小。之前就有过所谓国企3年改革行动，效果有限。这次在大难临头之际，能否逼出点真改革，值得观察。还有一种剧本是大家不愿看到但不得不防的，如果经济继续恶化，2026年可能爆发更严重的信用风险事件，比如某个重量级的房企、金融机构甚至地方政府被迫债务重组乃至违约，那就不只是阵痛，而是地震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政府多半会考虑走老路，大规模刺激经济来强行稳住局面，比如直接让央行放水印更多钞票，或者由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发债筹钱给地方救急，又或者要求银行对企业债务一刀切展期拖延。不管哪种都有副作用，可能留下更大隐患。但如果风险到了失控边缘，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能饮鸩止渴，先稳住再说。从过往经验看，中国政府在经济危机时往往倾向用行政力量介入，而不是任由市场出清，这避免了立刻的大崩盘，但也意味着经济必要的调整迟迟不到位，淤血一直积存体内，时间拖得越久，随后代价可能越大。总之，2026年的中国经济恐怕将在寒风中蹒跚前行，从亮眼繁荣到萧条隐现，近年来的巨变给国人上了一课。原来经济规律从不会偏爱谁，该来的终究躲不过。这场国有企业的集体倒下，既是多年积弊爆发的结果，也可能是逼出蜕变的契机。或许只有经历寒冬之痛，才有可能痛定思痛进行改革，迎来新生。但改革谈何容易，既得利益和体制桎梏犹在，要拨开层层迷雾殊为不易。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重蹈日本失去的10年的覆辙，甚至陷入更长期的停滞。也有人乐观地认为中国人吃苦耐劳，政府调控有方，熬过几年寒冬就能否极泰来。未来究竟如何，答案并不明朗。可以肯定的是，2025年底的这场国企坍塌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。没有人能永远在泡沫中跳舞而不付代价。当大厦倾颓，我们只能直面现实，寻找新的支撑点。愿我们记住这段教训，也希望2026年的中国经济，哪怕前路坎坷，依然能在困境中摸索出转机。因为对13亿人民而言，躲不过的挑战已经到来，唯一的选择就是迎难而上，在寒冬中寻找春天的曙光。